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沈安德。上一期带大家抽大白前往名古屋享受完美味的便当跟味噌乌龙面。现在我们要出发市场地车站，开始这天下半段的行程。在从市场地车站前往三轮神社的路上，我们会先路过很有名的味噌猪排。但是目前白天大排长龙，晚点我们回来再捧看看运气。三轮神社祭奉大物主神，也是日本神话里面的神明，而兔子就是神明的使者，所以在三轮神社我们会看到很多兔子。然后三轮神社这里可以祈求结缘，所以你如果想要求爱情或者抽到偶像演唱会票券的，都可以来这里祈求。许愿或摸它，然后我们想看到这多幅兔石像，摸它就会给你带来幸福。那你写许愿。接着，由于购买预注印的事务所里面不能拍摄，我们就拍一下外面的展示。预注印也是兔子和讨喜。如果你买预手，也可以发偶像的照片。如果你是很喜欢兔子的朋友，而且也想跟偶像结缘的，你就可以考虑上的神圣哦。小吉，接着我们从三轮神社往大须山地街走，会先经过一家大串，而大串的对面就是大须西天地通。而对面也就是古本市场，这家古本市场也是二手店，有游戏跟玩具公仔，来这里挖宝也是不错，有机会找到自己喜欢的商品。这里也会有几张动森的哈密波卡，人气角色价格就会比较贵，不过其他 NPC 就100到300日币很便宜。从古本市场出来，我们继续顺着西天地通，这里有卖台湾餐饮。然后这里也有夹娃娃机店跟扭蛋店，想要找寻扭蛋可以来这里。接着我们再直走下来，就会抵达龟岳里万松寺。这里是搬迁以后的新地点，最早是在名古屋城的东侧，由织田信长的父亲织田信秀建造的菩提寺，也就是家庙。而织田信秀过世以后，葬礼也是在这里举行。在名古屋城开始修建万尾以后，万松寺就搬迁到这里来。而万松寺搬迁到大须这里以后，也为三地街带来更好的商业繁荣。
除了外送时，我们继续往下走，会拿到大须招财猫雕像。这里的招财猫会根据节气跟活动变成各种装扮。之前配合狮子玩电影活动也变成了狮子装扮。接着我们沿着兜的玩门通前往大须观音。这一带的商店街风格跟大阪新庄桥比起来更有日式风格，而且到了往门头镇里会发现有很多异国料理店家，走在镇里会有很奇妙的一种氛围，却也不会让日式风格逊色。人王门头走到底就是大须观音。目前这里是人王门，我们从这里开始参拜。大须观音其实是后人习惯的叫法，这里正式的谥号为北野山政福寺保生院。这里的观音是日本三大观音之一，另外2个分别是东京浅草寺的浅草观音以及三重县金寺的金观音。不过大须观音最早也不是在这里，起源是在云岛市大须。跟现在的这里相隔30多公里，在1612年，离岛市原址受到水灾影响，德川江康下令搬迁到西岸的地点。后来在一次火灾中，寺庙大部分都被烧毁，不过大须观音却是完好如初。现在看到本台大门口的纸灯笼，据说信众们可以在这里摆上喜悦的小纸条，不过艾伦这次没看到有人摆。不过说起来也很奇妙，出国遇到下雨天应该会让人心情烦躁，没想到总算能祭拜完以后，心情却平静了不少。下来回到1楼以后，如果你要行运注意，就朝这里走进去，就会看到事务所。参拜完大须观音以后，就朝右边的大须观音通继续逛街。前面你如果站了马文通忘记关胜利羊也没关系，因为观音通这里酷酷也跟胜利羊看在一起，2家白元商店可以一起逛，就很方便。接着从大须观音头走到底，也会结为万寿寺头商店街。这里的话，大部分都是服饰店，二手的也有。其实大须商店街也有很多美食，但是由于我们前面刚吃完味噌乌龙面，跟着还要留味去吃味噌猪排，所以我们对这里的美食就没有太多研究。万寿寺通商店街也有一家牛蛋连锁店，2层楼，那里面有牛马。大须商店街基本上就是这样。接下来我们就走回市场洞的本店。我们差不多晚上6点15分回来，刚好不用排队就进来用餐。上菜的速度也很快，晚上7点10分我们就吃饱离开了。这里的招牌就是味噌猪排，送上桌的时候会直接淋上味噌酱。如果不想吃味噌猪排，这里也有鹿儿岛猪排可以选择，加料就自己摘。然后味噌猪排安德是觉得还好，不过猪排后吃起来就很满足，但是我个人是尝鲜吃1次就好，不会想要再吃第2次。
现在这里的话，从网盘到纸机，甚至是电梯，都是他们的 logo。电梯里还有西眼协议监督的球衣。吃完味珍珠排以后，沿路走往塔口去宝可梦中心。由于宝可梦中心在东莞，我们怕迷路，所以打算先走到西莞。不过我们中途凑巧路过这家购物中心，发现这里也有扭蛋连锁店，也有价口店。然后对内就是帕口西馆，帕口西馆隔壁是收宝屋，收宝屋这里也有一家有杜巴喜，但是现在营业时间快结束了，我们就只能去帕口西馆。所以喜欢教普店跟有杜巴喜的朋友就自己另外来逛喽。宝可梦中心在帕口东莞3楼，我们从帕口西馆的3楼可以直接投到东莞。东莞3楼也有吉利卡哇的专区，从东莞3楼下到2楼就是宝可梦中心。お間違いないかご確認お願いします。逛完的帕口西馆，我们再走回龙山区那逛塔吉诃德。塔吉诃德的对面也是有名的购物中心，喜欢摩天轮的朋友可以来这里。依着这家塔吉诃德楼本店24小时营业，可以随时来逛。这家有4层楼，免税柜台也是在4楼。在台湾也都缺货，台湾我一台看到卖超贵的。免税柜台在4楼很多人，我们逛这次就排了30分钟才结完账。去医院的时候电疗都是用那个。逛完塔吉诃德，我们就回饭店了。饭店离塔吉诃德走路450公尺，也是很方便。如果想知道我们住哪家饭店，可以看上一部影片哦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。未来会带大家看夜景，还有完美术墙，还有海比斯酒店的介绍，以及名古屋跟热田神宫。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追踪我们频道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。